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有些女性朋友一咳嗽的时候就会出现漏尿的情况，这一般与2个原因有关：一是刚顺产生完孩子，二呢是身体正在衰老。那不管是因为哪个原因引起的，对于女性来说都是不好的一个病症。只是我们该如何改善这种情况呢？木子教大家几个办法。一是常做凯格尔运动，这个运动可以帮助我们锻炼盆底肌，从而改善咳嗽漏尿的现象。不过这个方法比较适合刚顺产完生孩子的妈妈。二呢是通过中医调理，因为在中医看来，咳嗽漏尿是身体的功能器官出现了问题，那中医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器官问题进行对症下药，这样我们也能更快更好的改善咳嗽漏尿这一问题。那以上就是如何调理咳嗽漏尿的方法了，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相对应的调理。肉是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在炖肉的时候会发现上面有一层白色的泡沫。如果泡沫太多，通常情况下都会将它撇掉。那出现的泡沫到底是肉的精华还是脏东西呢？需不需要撇掉呢？如果在炖肉的时候出现泡沫，刚开始是白色的，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发黑，那么这样的泡沫就可能是肉中的一些脏东西，最好将它们撇出来。但如果炖肉时出现的白色泡沫没有变黑，那么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这里面含有了非常多的营养。建议大家不要将它撇掉，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。所以大家在炖肉的时候，如果第一次飘出来的泡沫里面有杂质，那么就将它们撇掉。等到后来再出现白色浮沫，就是肉里面的精华了，不要再撇掉了。不知道你在炖肉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？七，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常见的中药，而且营养成分很高。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经常会吃三七粉来降血压。那么三七粉真的能降血压吗？答案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哦。三七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物质、皂苷以及多糖等，有很好的扩张血管和增强血管弹性的作用。但是对于高血压的人来说，不能够仅仅依靠三七粉来降血压，因为三七粉是不能够治疗高血压的，它只对延缓高血压发展进程有辅助作用。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是可以吃三七粉的，但是不要把它跟药物等同。还有，如果血压在1天内波动的比较剧烈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服用三七粉的，大家一定要重视。很多人脑供血不足，可能是因为血管堵塞、血液循环不畅所引起的。那该怎么预防脑供血不足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动作也是非常的简单，首先自然的站立，腰背挺直，双腿并拢，然后将2手交叉在身后伸直，尽量的将手臂往上举，就像用肩胛骨向上推头的根部。这样坚持5秒，2个手臂再快速的落下，敲打腰部，这样反复的做20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使血管扩张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清理血管内的垃圾，有很好的疏通血管的作用，能有效的缓解脑供血不足。平时预防脑供血不足，还要注意饮食清淡，多进行体育锻炼，养成有规律的作息时间，这样对大脑健康有帮助哦。经常在家里做饭的，如果一顿饭吃不了，很多人又舍不得扔掉，就会放在冰箱里留着下一顿吃。那么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？下面的这2种最好扔掉，可以告诉家里人。第一种，绿叶蔬菜。家里如果剩了绿叶蔬菜，最好扔掉，千万不要隔夜，因为绿叶蔬菜在放置6小时后，硝酸盐含量就会升高，时间越长，对身体健康越不利。所以大家在吃绿叶蔬菜的时候，最好能吃多少做多少比较好。第二种，海鲜。海鲜也是不适合隔夜吃的，因为隔夜的海鲜，其中硝酸盐含量也会升高，而且还会产生一种蛋白降解物，会影响我们肝脏和肾脏的健康。那海鲜放置时间长了，也会滋生细菌，容易引起腹泻，所以大家尽量也不要隔夜吃。汗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现象，运动、干活或者是天太热，都可能会有出汗的现象。只是有的人出汗少，而有的人呢，出汗就像下雨一样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哪种人更好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就会有出汗多和出汗少的情况。
比如身体肥胖的人，那么就很容易出汗，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有出汗多的问题。但只要是在机体正常的情况下，对身体呢是没有伤害的。而有的人很难冒汗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呢，身体的出汗量和很多因素有关，比如果你的体质偏寒，那么相对来说出的汗就会比较少一些，而且出汗还和温度、性别、年龄等等有关。所以如果你一直是出汗多或者是出汗少，那么就不用太担心。但如果突然出现出汗多和出汗少，就要小心了，最好呢到医院检查一下。还有，如果你是出汗少的体质，建议经常的做点运动，这样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哦。前列腺是男人的生命线，男性都担心自己的前列腺出现问题。如果出现前列腺炎，那么身体呢可能会有3个表现，希望你不要忽视了。表现1：排尿次数增多。一般男性的排尿次数呢，应该是每天10次左右。如果前列腺出现炎症，那么就可能会刺激到膀胱，从而引起尿频、尿急、小便次数增多的情况，这也是前列腺炎的一种表现，男性朋友要注意。表现2：骨盆周围疼痛。男性朋友如果骨盆以及周围无缘无故的出现疼痛，而且这种疼痛是隐隐的胀痛，就要小心是前列腺炎了，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。表现3：排尿费力。男性朋友排尿时，如果发现排尿困难，好一会儿才能排出来，或者出现排尿无力的情况，也要尽早就医，也可能是前列腺出现了问题。上面的这3个异常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就偷着乐吧，表明前列腺还算不错。很多男性呢，出现前列腺疾病会觉得不好意思，不到医院检查，这样拖时间长了，很容易导致病情加重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烟瘾大的人，这3个时间段不要吸烟，肺部可能会感谢你。第一个，饭后。很多人喜欢吃完饭后吸一支烟，都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。当我们吃完饭后，血流量会增加，这时吸烟很容易让烟中的有害物质快速的被吸收，要比平时吸烟危害更大，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在这个时间段吸烟。第二个，早上起床。对于烟瘾大的人，喜欢在早上上厕所的时候吸烟。虽然吸烟可以提神，但是早上吸烟，尤其是在空腹的状态下，很容易刺激支气管，时间长了会导致支气管炎。所以早上起床后也是抽烟的大忌，大家尽量不要抽。第3个，喝酒时。喝酒时吸烟是大忌，因为一边喝酒一边吸烟会加重有害物质对身体的伤害，时间长了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好。所以喜欢吸烟的人，为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，上面的这3个时间就尽量不要抽烟了，这样肺部也会好受一些。平时可以多喝一些有清肺作用的茶饮，这样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